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中国如何在南极站稳脚跟。南极，一片广袤无垠、面积达1400万平方公里的白色荒漠，这里封存着地球上约90%的庞大冰体，以及全球近80%的珍贵淡水资源。其极端最低气温可降至令人战栗的-89.8摄氏度。1820年，当俄国探险家别林斯高进首次将目光投向这片被坚冰覆盖的神秘大陆时，人类对地球最后一片未知疆域的征服史诗便正式拉开了它波澜壮阔的序幕。100余年来，无数英勇的探险者以生命为赌注，前赴后继地踏入这片由暴风雪绝对统治的极寒疆域，书写着勇气、欲望与科学的传奇。今天，在这片南极大陆之上，已经矗立着超过150座科学考察基地，而其中有5座闪耀着中国的名字。我们并非这片大陆最早的探索者，却最终成为了这片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守护者与建设者。40年，一路向南，直到世界的尽头。这条路写满了无助艰难、骄傲与荣光。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探索的脚步从未停下。1984年10月15日，总设计师挥毫泼墨，郑重写下13个大字，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的伟大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仅仅1个月后，一支由591名勇士组成的队伍便从上海启程，奔赴那片中国人从未踏足过的世界尽头。同一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了金牌榜上0的历史性突破。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发布联合声明，庄严确认香港将如期回归祖国怀抱。但当时并没有人完全意识到，当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调查船与海军 J121 工程船的汽笛声一同鸣响，穿越德雷克海峡的惊涛骇浪之际，一场横跨40载的极地秩序运动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40年后的2024年2月7日，南极罗斯海沿岸的秦岭站正式开战。同一年，嫦娥6号首次成功实现人类从月球背面采样并返回的壮举。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经突破1000颗的惊人数量。而当那南十字星造型的秦岭站成为中国第5个，同时也是首个面向广阔太平洋扇区的考察站，在最寒冷、最荒凉的冰原之上，一场关于新能源、新工序与新秩序的热烈角逐正在悄然发生。这个世界或许从来就不曾存在真正意义上完全纯净的乐土，即便是遥远的南极也概莫能外。只要人类在南极大陆上留下了第一个足迹，一种全新的秩序便随之诞生。越是怀着和平与保护的崇高善意，就越需要掌握坚实的话语权作为根基。回望中国南极科学考察波澜壮阔的40年历程，其本质可以概括为3重境界的修行叠加。而第一重境界是首先要能去得了。1984年12月25日，中国首支南极考察队远渡万里重洋，奔赴冰雪极地，抵达西南极乔治王岛海域的预定目标地点。随后，考察队员们以每日接近极限的工作强度，持续奋战长达16个小时，将总计1000多种、重量超过500吨的建载物资，历经整整2个月的艰苦努力，成功建成了2栋总面积达360平方米的考察用房、4栋辅助用房以及1座气象观测站和4座高达20米的通信铁塔。1985年2月，长城站正式巍然屹立于乔治王岛之上。尽管它尚未真正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南极圈，尽管它与南极大陆之间仍然相隔着130公里的遥远距离，但正是它让中国终于得以跻身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的重要成员之一，从此拥有了参与全球南极事务的宝贵表决权。这填补历史空白的第一步，虽然迈得并不算遥远，但也足以让我们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能来，我在场。6年光阴流转，中山站巍然矗立在东南吉拉斯曼丘陵的冻土之上，正式奠基。中国人终于在广袤的南极大陆腹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坚实主场，这标志着中国南极事业迈入了波澜壮阔的 1.0 时代。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便是借助世界的码头开展我们自己的科学实验。这一发展阶段的底层逻辑是奋起直追。当时尚不具备自主建造专用极地科考船的能力，我们通过购买并成功改装了极地号与雪龙号。在冰区航行路线的设计方面，我们尚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我们远赴澳大利亚，跟随其他国家的专家与船只出海进行考察与学习，缺乏系统化、成体系的硬件设施支持。科考队员们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只能啃食坚硬的压缩饼干，
依靠煤油炉来融化积雪获取饮用水。由于经费拮据，我们甚至不得不学会蹭，借用别国的机场，依赖别国的后勤保障。但恰恰是在这样一种蹭的经历中，中国也开始将主权在场转化为科研在场。长城站开展了深入的极地微生物研究，中山站成功进行了格罗夫山陨石回收工作，这些都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极点、冰点、磁点、高点是南极最具科学考察和研究价值的核心区域，也是各国争夺南极话语权的必争之地。因为按照各国在南极考察实验的惯例，谁首先对某一区域开展系统考察，谁就拥有了在这片区域建立科考站的显著优势。在中国正式参与这场南极科考竞赛之前，南极的地理极点寒极和磁极已经分别被美国、俄罗斯和法国于上世纪50年代率先建立了科考站。唯有位于东南极广袤腹地的内陆冰盖之上，那海拔最高的冰琼 A 区域仍是人类足迹尚未触及的南极高点。这里封存着源自3400万年前的古老原始冰盖，也储存了全球最为完整的气候档案、最古老的环境信息，是研究全球气候与臭氧层变化的绝佳场所，更是探索生命起源与漫长演化的理想之地，同样也是观测系外行星与宇宙背景辐射的最佳地点。在南极的科考人员当中，关于冰琼 A 一直流传着一个真实的玩笑，即便只是在这里随意搜集一些数据，都有可能成为被 CI 收录的学术论文。1991年，在首届国际南极科学大会上，中国代表率先提出，中国愿意承担中山站至冰琼 A 的考察任务。然而，这里的年平均温度仅为零下58.7摄氏度，含氧量仅为内陆的60%左右，并且作为距海岸线最遥远的一个冰琼，想要到达这里，需经历上千公里生死未知的长途跋涉，所以这里还有一个令人敬畏的称号——不可接近之极。为了抵达这个遥不可及的极点，从1996年开始，中国南极科考队以中山站作为前进基地，历经连续4次、将近10年的漫长征程，朝着冰琼 A 的方向坚定而持续地推进，成功建立起一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内陆冰盖以及冰川学综合观测断面。最终在2005年1月18日的破晓时分，成功探测并确定了冰琼 A 的最高点位置，南纬80度22分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海拔高度4093米。在这片被誉为不可接近之极的广袤冰原上，人类在此留下的第一面旗帜，正是鲜艳的5星红旗。还记得那个谁考察谁建站的南极惯例吗？4年之后，在冰琼 A 地区28名英勇的队员成功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南极内陆科学考察站——昆仑站。这一次，在南极这片战略必争之地，中国终于拥有了自己坚实而光荣的席位，这标志着中国南极事业迈入了崭新的2.0时代。我们从能够走出去，逐渐进化到了能够站稳脚跟，而这一发展阶段的底层逻辑在于精准的匹配。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以年均增长超过10%的惊人速度，一跃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制定了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雄心勃勃的基建与工业科研计划。我们不仅融入了世界，内心也无比渴望在这个广阔的世界舞台上找到自己应有的闪亮的位置，而国家的综合实力也终将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在南极内陆的艰难征途中，这种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与第一阶段所展现出的艰苦朴素作风相比，在昆仑站如火如荼的建设过程中，中国科考队堪称是一支全副武装、装备精良到牙齿的现代化特种部队。据参与昆仑站建设的第25次南极科考队队员深情回忆，据说当年无论是哪一位队员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内陆考察队拥有比我们更为精良先进的装备，只要向组织提出申请，采购事宜便会立即获得批准。因此，大到雪鹰号直升机这样的重要装备， PB300 型雪地车以及卡特彼勒等各类特种工程车辆，小到防寒服、水壶、饭盒以及工程刀具，甚至是日常所需的牙膏和牙刷，中国南极科考队提出的任何需求都能够得到充分而全面的保障。当然，这还远远不是我们努力的终点。在昆仑站紧张的建设历程中，我们曾经遇到过队员突发身体状况的紧急情况，工作推进变得异常艰难，陷入不得不请求他国飞机前来救援的尴尬境地。
我们随行队伍中也曾有过技术人员发出这样的疑问：究竟要到何时，我们才能用上自己的北斗导航系统进行卫星定位的测量工作？却被告知我们的技术还相差甚远，心中充满遗憾。作为追赶者，这些在南极科考中尚存巨大差距的空白领域，终将被我们一一填补。因为在万里之遥的祖国，那个最坚强的后盾，在经历了长达10年的黄金增长期，实现了量的积累之后，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根本性的资产质量飞跃。从21世纪的第2个10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是中国南极科学考察事业承前启后的 3.0 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以我国为主导、投入巨大的重资产建设时代。2014年，泰山站以其独特的高架结构和风能利用系统惊艳亮相，成为南极大陆上第一座能够自主发电的飞碟式建筑。作为连接中山站与昆仑站的重要中继枢纽，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成功完成了从海岸到内陆高原的3级完整布局。2015年，北斗系统的基准站首次在南极大陆成功启用。2016年，中国首架用于南极科学考察的固定翼飞机雪鹰601号正式加入科考队伍，并成功开辟了飞往南极内陆的空中航线。中国的南极科学考察事业正式完成了从海洋、陆地到天空的一体化立体布局。2017年，中国首次发布了关于南极事业的官方白皮书，将绿色环保的科学考察理念提升为国家意志，而相关配套产业链也日益走向成熟，让极地不再仅仅是科学探索的试验基地，更成为新能源技术与创新研发的重要前沿阵地。2019年，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龙2号从深圳扬帆起航，首次南极双龙探极的壮丽场景，在此之后逐渐成为常态化的科考模式。而这些重型装备资产的集大成之作，毫无疑问当属秦岭站。罗斯海又被誉为最后的海洋，这里拥有地球上最后一个完整的大海洋生态系统，这里坐落着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冰架——罗斯冰架。这里同样是南极科考强国展现综合实力的重要舞台，美国的麦克默多站、新西兰的斯科特基地、意大利的马里奥祖切利站以及韩国的张宝高站等众多科考站点均选址于此。从空中俯瞰秦岭站，其形态恰似一艘降落在罗斯海恩克斯堡岛冰原之上的星际航船，它的设计灵感源自600年前的古老星辰，那颗曾为郑和船队指引航向的南十字星。作为中国占地面积最广、承载能力最为强大的南极科考站，即便无需过多言语描述，我们也能从它非凡的外观感受到其雄厚实力。而支撑它内外兼修卓越品质的，是在这5244平米的广阔空间里，首次创新性地采用了全尺度研究、全过程设计以及全专业集成的先进设计建造理念。首先，秦岭站所需的4134件大型构件以及49989件精密零件，全部在国内预先制作并打包完成。现场施工采用了先进的全模块化装配技术，主楼实现了100%的装配式施工，所有的预制构件都做到了严丝合缝、精准对接。整个建设过程就好比是在冰天雪地之中拼装一个巨型的乐高模型。正是凭借这种高效的模式，才能在极其短暂的短52天的极限工期之内，顺利完成秦岭站的主体结构施工。建筑主体呈十字放射状向四周延伸，4个翼区分别精准地指向正北、正东、正南、正西和西北方向。主体建筑采用了巧妙的架空设计，这种精妙的设计布局绝非偶然为之，它既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极昼时充沛的阳光，又能有效地疏导狂暴肆虐的极地风雪。而通过模拟南极严酷环境的风洞试验以及专门的吹雪试验显示，当速度高达65米每秒的狂风席卷而来时，建筑周边的积雪厚度可降低 40%， 建筑内部也隐藏着令人惊叹的先进技术内核。秦岭站主楼采用了坚固的钢结构体系，其用钢量超过了每平方米300公斤，这是同类建筑用钢量的2到3倍。特制的316不锈钢板、P2 超导保温板以及聚氨酯加铝箔隔膜，共同形成了3层高效的保温铠甲，将室外零下40度的严寒彻底隔绝。不仅如此，为了确保秦岭站能够持续稳定地获得充足的用水供应，现场总共安装了2套先进的淡水化处理系统，一套作为可靠的备用系统，另一套则负责日常的正常运转。
该系统在短短10个小时内就能高效地产出高达20吨的优质淡水，再结合站内配备的大型储水容器，完全能够为整个秦岭站提供充沛且稳定的淡水资源保障，并完全满足站内人员日常饮用水的严格标准。而最令全世界为之瞩目和惊叹的，则是那一套集风能、光能、氢能与氦能于一体的创新清洁能源系统。秦岭站清洁能源系统集成了光伏发电与风力发电、储能电池和储氢设备，预计能够满足该站超过50%的能源需求。其中光伏和风电的总装机容量高达230千瓦，占整个秦岭站总发电容量的60%。同时，创新性的采用氢能作为长周期的储能手段，成功实现了极昼与极夜各长达180天的极端能量平衡。在无风无光等极端恶劣情况下，该系统依然能够为整个站区持续供电约2.5小时，其最大供电负荷可达150千瓦，从而为考察站的各项活动，包括科研设备与基本生活设施，提供了安全、稳定且环保的运行保障。每年因此节省的数百吨燃油以及超过30天的雪龙船运输成本，不仅显著降低了经济开支，同时也极大地减少了对当地战区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一举攻克了南极科考中长期依赖柴油发电这一世界性技术瓶颈。秦岭站为应对南极科研的前沿挑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中国已将南极的能源利用引领进入了崭新的氢能时代。其他国家的科考站应当积极借鉴秦岭站的先进做法。当世界各国的权威科研机构与顶尖科学家都不约而同地用相似的话语盛赞秦岭站，中国的绿色解决方案至此也已被永远镌刻在世界南极历史的丰碑之上。而支撑这一壮举的是太原理工大学与清华大学以及中铁建工、宝钢、柳工、中车、中电、华能等一系列响当当的名字所组成的强大阵容。这背后所代表的是一个完整而坚实的自主产业集群和一支实力雄厚的国产制造精锐之师。这正是新时代中国南极科考事业能够行稳致远的根本支撑与底层逻辑。40年前，当中国在南极洲首次升起5星红旗时，世界曾发出疑问：为何是中国？历经40载光阴流转，秦岭站的绿色灯光在南极漫长的极夜中熠熠生辉。世界在问：中国如何？答案镌刻在3条奔涌的时间轴上。我们曾用汗水和煤油回答去得鸟，我们也用蓬勃的发展和深度的融合回答了立得住。今天我们正以自主创新和强大的产业链回答如何定义与引领未来。南极的风将继续呼啸吹拂，极地的阳光将继续温暖照耀。而在巍峨的秦岭站内，那一块铭刻着中国制造的光伏板，会将它所捕捉到的每一缕珍贵光芒都转化为一句极简而庄重的承诺，要将这片完整的冰盖完好的留给我们的下一代。最后，微笑感谢你的观看，希望得到你的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